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距离妖火降世已经过去了1年，这1年中，魂殿也对天府联盟毁掉人殿的举动展开报复。天府联盟所属的城市1/3都遭受到了攻击，虽然两边都有着不小的伤亡，但并未出现最终对决。毕竟，如今的天府联盟有着紫妍和萧晨坐镇，再加上蛋挞老祖在离开前给了药老他们传信的方式，所以就算是魂灭生也没那个胆子敢直闯联盟总部。甚至天府联盟在和魂殿的大面积冲突下隐隐占据着上风。至于魂族，因为读者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并没有给魂殿太大的帮助。住在中州所有的目光放在魂殿和天府联盟的大战时，一个让中州大陆震动的消息悄然传出。继灵族之后，远古8族之一的石族再度全族诡异消失。石族比起之前消失的灵族，战斗力强上不少，但却依旧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不到10年的时间，2个种族凭空蒸发，消失的手法更是如出一辙。一时间，猜忌和怀疑都投向了古族和魂族。石族消失的1个月后，远古8族中还剩下的药族、雷族和炎族宣布结盟，号称3族盟。他们将3族的空间连通，只要有一方遭遇攻击，另外2方便能够通过空间通道迅速支援。当这一切都平息后，天府联盟继续陷入和魂殿无休止的纠缠中。而在这1年多的交战中，联盟的规模也扩大了数倍。妖火空间关闭了整整2年后，不少人心中对于萧炎存活的希望也逐渐暗淡。药老没有办法，只好逐渐收敛，由进攻转为防守。此时寂静了2年的妖火空间终于再度涌现生气，咔嚓一声，巨大的金卵裂开，一道粉红和一道金光的光柱冲天而起。萧炎的手臂伸出，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闭关2年的他看起来颇为俊逸，若是细看便会发现他的眼瞳变换成了2个极为细小的火焰莲花，缓缓转动着的莲花隐隐间仿佛能将人的灵魂扯入其中。薰儿一脸羞意，娇嗔着问萧炎怎么不穿衣服。浑身赤裸的萧炎看着一脸妩媚的薰儿，有些神魂颠倒。等萧炎回过神后，薰儿笑吟吟地问他如今的实力。萧炎十分自信，再遇到魂灭生击败他不难。按照他自己的感应，现在他的实力应该已经达到了5星斗圣初期，比起闭关之前足足跨越了3个级别。薰儿这次也沾了萧炎的光，实力暴涨到了4星斗圣后期。可以说他们俩这次闭关的收获简直让人无比眼红。萧炎心念一动，却惊愕地发现他体内的异火尽数消失。这一变故让萧炎脸色微变，要知道异火可是他赖以生存的东西，如果消失了，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萧炎连忙静下心，细细探查着体内。好半晌后，他感应到体内深处有着其他东西的存在。萧炎手掌猛地一握，一道粉红色的火焰从他掌心暴涌，火焰的边缘隐隐有着些许金光流动。这团火焰出现后，便在萧炎和薰儿震惊的目光中化为了一个仅有半尺大小的婴儿。火焰一出现，便用他肉嘟嘟的小手抱着萧炎的手掌，不断地蹭来蹭去，显得格外亲近。萧炎和薰儿目瞪口呆地看向面前就比他手掌稍大一些，扎着一个冲天辫，身着粉红色小肚兜，额头上印着一道粉红莲花火印，极为可爱的小婴儿。就在薰儿一副被可爱到了母爱泛滥的样子时，火音摇了摇萧炎的手掌，伊娃伊娃地叫着。萧炎有些茫然，这是怎么回事？薰儿迟疑了一下，莫非这是他体内融合了多种异火的新生火焰？萧炎若有所思，他忍不住捏了捏面前这个触感和人类一样的婴儿。在触摸到火音时，萧炎察觉到自己和他之间有一种奇异的联系，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和以往操控他体内的异火一样。这下萧炎也确定了面前的火音就是融合了净莲妖火后的新生火焰。虽说萧炎之前已经拥有了5种异火，但他们在净莲妖火面前不具备任何威力。
在萧炎体内的异火开始融合时，那5种异火都被尽数融进了净莲妖火之中。薰儿曾经听古元说过，只有极少数的异火在被炼化后才能够化形。面前的小家伙应该便是萧炎体内新生异火的火灵。萧炎嘴角一僵，他体内原本随叫随到的异火消失得一干二净。以后他和人对战时，还怎么凝聚火莲和人交战？听到萧炎的话，他手掌上的小东西眼睛一亮，他抬起小手，一朵火莲飞快成型。看到佛怒火莲被随手凝聚出来，萧炎惊讶的眼睛都快凸出来了。火鹰小脸上涌现一抹得意，他2只小手一捏一放，10朵2色佛怒火莲漂浮在他周身。萧炎再度深吸了一口气，这种凝聚火莲的速度，就算是他也从来都没有办到过。看出萧炎的震惊，火鹰小手一招，将10个火莲碰撞在一起，飞快融合。仅仅片刻的时间，一朵半尺大小、通体粉红的毁灭火莲出现。火鹰如此简单就凝聚出了自己最强的底牌，这让萧炎顿时感觉呼吸都有些艰难。他这次真的是捡到宝了。火鹰的存在可以让萧炎日后和人对战时不再受到牵制，只要他心念一动，这个小东西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凝聚出毁灭火莲。火鹰意外地叫着，然后嘴一张，将毁灭火莲直接吞入体内，随后不断地抱着萧炎的手掌蹭来蹭去。凭借着奇特的感应，火鹰就如同宠物一般，将萧炎视为自己最亲近的人。萧炎轻轻一笑，虽然异火变成了这种奇异的样子，但只要他心念一动，这小东西就会立刻执行他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火鹰相当于萧炎和异火之间的中转控制，而且这还是个能够将异火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的控制。薰儿越看火鹰越喜欢，再加上这个小东西看起来灵智不低，便提议给它取个名字。火鹰听懂了薰儿的话，他睁着大眼睛期盼地看向萧炎，嘴里伊哇伊哇地叫着。萧炎摊了摊手，既然他喜欢伊哇伊哇地叫，那就叫他小伊吧。见萧炎取名字如此随意，火鹰顿时有些垂头丧气，但取名一事已经被敲定，小伊只能垂头丧气地钻回萧炎体内。离开之前，萧炎眼泛柔情看向薰儿，等回去后他便找个时间去古族提亲，之后他会将父亲萧战救出来，2人便举办婚礼。薰儿娇躯一颤，他的眼中洋溢着激动和幸福。为了这一天，这一句话，他已经等待了好多年。看到薰儿轻轻点头，萧炎忍不住大笑一声，他将薰儿往怀中一拉，直接撕裂面前的妖火空间，消失而去。萧炎一出来，就碰上了和魂殿对战的天府联盟外盟的弟子。曾经有一队雇佣兵在这片平原发现了一种充满狂暴的火属性能量晶石，这种妖火石吸引了诸多势力来此划分地界，其中天府联盟占据了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而有天府联盟的地方必然会有魂殿插足，也因此他们2方势力经常在这片平原上3天一小斗，5天一大斗。萧炎和薰儿将魂殿的人全都收拾掉后，便向外盟的人打听这2年的消息。在了解了这2年发生的事情后，萧炎让外盟的人带路前往魂殿在此处的分店。10分钟不到，萧炎就将魂殿的斗圣强者和其他强者彻底解决。在离开之前，他让这些外盟的人去找区域负责人，从此他们便是天府联盟内盟的地级成员。十族消失，古族必定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薰儿跟萧炎说，他得先回古族去看看。萧炎让薰儿等他，他一定会去古族提亲。好啦，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